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扔黄浦江。啊？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比，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送钱找门路也方便些。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是，而且，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813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以前我就跟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策。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先生，要我们陪您说说话吗？等我按快门。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是。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扔黄浦江。啊？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明灰扫干净就行。好，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四宝姑娘，哎，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行，就是别让小云妮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不会不会。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你先忙着。好嘞。月明，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儿》，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妹妹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他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2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举上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她1根火柴，也没有人给她1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哎呀，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接着把它讲完吧。我这是逗孩子的。孩子叫月明啊，对，月明。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万福在厨房做菜呢。你接着忙。好。哎呦，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
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我自己来吗？啊？四宝也被开了吗？不，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来，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搞到几本宋版的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您帮我长长眼。啊。可惜呀，怎么？这书啊，不到代。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哦，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呀。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哦，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呢，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您收藏过《庐山记》？哦，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汾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韩汾楼，哎，可惜呀，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
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是不能够恢复的呀。老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啊，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犬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爹，田先生，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失敬失敬了。这是令郎啊，犬子。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多亏了老先生指点，哪里，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好。您跟他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可看看呢。不是，您要是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我……无妨。无官之人，亦读书人也。